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我给儿媳带了7年孙子，却换来他们一耳光。我一张纸甩到儿媳脸上，他们一家跪求我原谅。我叫李秀英，今年62岁，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。我有一个儿子叫刘兴志，他在城里工作，娶了一个城里的女孩叫王小丽。他们有一个儿子，今年7岁。我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只会种地和做家务。我和老伴一辈子都在农村过着清贫的日子，只有儿子是我们的希望和骄傲。我们把他供上了大学，让他去了城里，还拿出全部积蓄，让他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希望他能有个好前程。我们也很想去城里看看他的生活，但是他总说忙，没时间接我们。我们只能打电话问候他，每次都听到他说他很好，工作很顺利，老婆很贤惠，孩子很乖。我们就觉得很欣慰，也不敢多打扰他。直到7年前的一天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，妈，你能不能来城里帮我带带孩子？我岳母要回家照顾她的孙子了，我和小丽都要上班，没人照顾儿子。你来了就住我们家，我们会好好待你的。我一听就高兴坏了，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好事。我立刻收拾了行李，连夜赶到了城里。我到了城里后才发现，原来他们家的情况并不像电话里说的那么好。他们2个都是打工的，收入不高，还要还房贷和车贷。他们的婚姻也不幸福，经常吵架闹矛盾。他们的孩子也不听话，经常闹脾气和顶嘴。我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心里很难过。我想尽力帮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。我每天早起晚睡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。我还照顾孙子上下学，辅导作业，教育品德。我尽量不让他们操心家务和孩子的事情。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的好心却换来了他们的冷漠和不满。他们对我没有一点感激和尊重，反而经常对我指手画脚，说3道4。他们说我做饭不合口味，洗衣不干净，打扫卫生不仔细，教孙子不科学。他们还经常在我面前说我是农村的土包子，不懂城里的规矩，不会用电器，不会上网，不会说普通话。他们甚至还嫌弃我穿的衣服旧，给我买了一些便宜的旧衣服，让我穿着出门。他们对我就像对一个佣人一样，从来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。我忍了，我觉得他们是年轻人，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，我不能强求他们跟我一样。我只要能看到他们幸福，孙子健康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也不敢给老伴打电话，告诉他这些事情，怕他担心和生气。我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着这些委屈和痛苦。直到有一天，发生了一件让我无法忍受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给孙子做了一碗鸡蛋汤，想让他补充一下营养。可是孙子却不肯喝，说这个汤难喝，还把碗推到了地上。我很生气，就打了他一下屁股，说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知道奶奶多不容易吗？你要好好吃饭长大才行。孙子哭了起来，就跑去找他妈妈告状。王小丽听到孙子的哭声，就冲过来看个究竟。她看到地上的碎碗和汤水，就怒气冲冲地问我，你干什么了？你怎么打我的儿子？我解释说，他不喝汤，还把碗摔了，我只是说了他几句。王小丽却不听我的解释，就骂道，你凭什么训他？你只会给我们添麻烦，
你根本不会带孩子，你还想把我们的孩子带成你那样的土包子吗？”说着说着，他竟然扬起手来，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媳会对自己动手动脚。如果没有我的辛苦帮忙，她能有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吗？我愣在那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刘兴志听到动静，也跑过来看个究竟。他看到王小丽打了我一巴掌，却没有站出来为我说话。他只是低头说：“妈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们回屋再说吧。”然后就拉着王小丽和孙子回了卧室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像刀割一样疼。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。我决定收拾行李回老家去。我不想再待在这里受气了。我回到屋后，我悄悄把行李打包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拿着一张纸条，反手甩到了儿媳妇的脸上，上面写着：“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，你们好好过吧，我回老家了。我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祝你们幸福。”我转头拎着行李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就去了火车站。我买了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也很失望。我不明白，我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对待？我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，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，这是我应得的吗？在火车上，我心头燃起了一团熊熊的怒火。我感到愤怒，不仅因为昨晚被打耳光，更因为我一直默默忍受了太多不公和冷漠。我回想起儿子刘兴志小时候，他骑着我背上的拖拉机，我怕他掉下来，虽然累，但我从未抱怨。我为了供他上大学，辛苦攒下的每一分钱，我从未后悔。我曾梦想着看到他在城里的幸福生活，然而现实却是这样残酷。在火车上，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我的儿子和儿媳会对我如此冷漠，甚至动手动脚？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？是不是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变得多余？我的怒火慢慢转化为深深的失望和伤感。我明白，或许他们真的已经不需要我了。也许我的存在让他们感到不自在，因为我不懂城市的生活方式，不懂他们的需求。但是，尽管我不懂城市的规矩，我是一个母亲，一个奶奶。我来到城市，不是为了受气，而是为了帮助他们，照顾孙子，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一些。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，却只收获了冷漠和不满。在火车上，我决定，我不会再回去那个家，我不会再屈辱自己，被他们对待如此不公。我要回到老家，重新过自己的生活，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。半个月后，我和老伴正在吃晚饭，儿子一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他们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。刘兴志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对你那么不好，我们不该让你受委屈，你回来吧，我们离不开你啊。”王小丽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，我不该骂你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别走啊，你回来吧，我们需要你啊。”说着说着，王小丽竟然跪在了地上，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妈，请您原谅我吧，请您回来吧。”她的眼泪滴在我的手上，让我心里一阵酸楚。我看着他们两个这个样子，心里也很复杂。我不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是悔过还是演戏。但是毕竟他们是我的儿子和儿媳，我的孙子的父母。最后，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，我还是原谅了他们，并且答应了回去，
和他们住在一起，但得把我老伴一起接过去。他们答应了，现在我们一家3代同堂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一道伤痕，永远无法抹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